南海現在面臨邊緣開戰了嗎？中國大陸的水炮驅逐菲律賓的船只，而中俄的艦隊另外一方面正在出海，美國被拖入了多線戰局當中，美菲會不會啟動所謂的防禦條約？恐怕踩到紅線失守呢？今天會做深度的剖析，來看到南海現在最新的一個衝突是中國大陸的海警船跟菲律賓的船只呢，在黃岩島仁愛礁附近海域發生了這一起衝突，中國大陸是立刻出動了大型海警船，並且採取了水炮驅離，並且近距離的逼近，攔阻他們的航行。來看一下現場的最新畫面。好，這個是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大陸用水炮驅離菲律賓的這一些補給船，並且近距離逼近，攔阻它的航行的最新畫面。而針對於這一起事件，我們看到中國海警說呢，是菲律賓的船只自己無視警告進入中國認定的管轄海域當中，所以他們採取的是必要措施。菲律賓的反應是，小馬可仕緊急召見了中國駐菲大使。他說呢，菲方希望恢復雙邊好好的一個溝通機制，不要擦槍走火了。但是我們現在也要關心到說，這一起事件會不會踩到所謂的美菲的共同防禦條約？因為美國其實過去多次的警告，如果菲律賓的軍方、公務船或是他們的這個飛機受到武力攻擊，他們會來啟動防禦條約。現在請教幹哥怎麼看？首先是怎麼看這一起衝突哦？這個中菲之間的衝突。第二件事情就是有關於這個條約有沒有可能真的啟動？那中菲會不會他們的這個衝突再升級？幹哥怎麼看？這個比20號那個在那個仁愛暗殺那個發生的衝突緩和多了。哎，我們海警船根本，你剛剛看到畫面，那個水炮根本沒有打在他們船上面啊，把它打在旁邊，也很客氣啦。為什麼？這次你看，我跟你講。菲律賓有2艘啊，他們派2艘那個漁業局的公務船幹嘛？他們就是把那個食物跟油料送給在黃岩島附近的漁民。那幹嘛在黃岩島附近的漁民呢？對，小馬可仕也很聰明啊，派漁民去啊，看你怎麼樣啊，對不對？總不能用水炮攻擊我們漁船吧，對不對？所以說他們那個公務船是送食物過去的。好，我們的海警船好也不攻擊。也不直接攻擊你，就把水炮打在旁邊這樣子，所以剛剛看到的是已經非常收斂的那個舉動，比20號在那個仁愛暗殺，有一個菲律賓兵不是頭被打到嗎？對，說我們打的沒錯。可是老實講一句，那個就是我們的土地啊，那你跑來，那我用木棒打你就不錯，我又沒有用飛彈打你，對不對？所以2件事情不一樣。那你就說。黃岩島本來就是我們固有領土啊，那你菲律賓每次都這樣搞，仁愛暗殺那艘船，上次20號為什麼那個菲律賓的兵會被打？是為什麼？因為他們把那艘已經快要破掉、已經快解體的那艘登陸艦，大家還記得那叫馬德雷3號？他們既然送東西上去要加固啊，要把它就是說把它弄得更緊啊，不能讓它沉沒啊。所以大家就曉得說，你要這樣子做的話，那我們就不客氣了。大家看到現在這個畫面哈，你看小馬可仕他講說，我們還是要好好談一談吶。對，我們是要跟你談吶。可是你的主子啊，川普講啊，我們要啟動美菲共同防禦條約，那個是什麼條約？那個條約根本沒有用。為什麼？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的意思是什麼？意思是美國會來幫忙嗎？美國現在哪有那個美國時間來幫你忙？他根本沒空，好不好？他光是管伊朗，他就管不完了。他沒有力氣，也沒有精神來幫這種區域小衝突幹嘛？幫你小馬可仕，還費心，還出船出資源，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大家看到，不僅在黃岩島跟仁愛礁都發生這樣的事情啊。如果菲律賓再挑釁的話，難看的不是菲律賓，是川普。好，所以剛好發生這件事情，就是中菲之間的衝突的時機也很敏感，就是美國現在正在忙於中東的戰事，所以也有專家特別解讀說，會不會中國大陸也想要測試看看有關於美菲在南海這邊的一個底線？等一下，請酈將軍來幫我們
做一下解析。那其實我們看到現在中國大陸的動作不只是在南海而已，還有在台海兩線哦，它這邊加強的是它的實彈射擊，加強海域的管制。那另外一方面，美軍的環太軍演也持續的進入到了實兵的階段，甚至公開層級演習的畫面。我們先來看到有關於美軍的戰力，這次出動了包括它的 B1B、它的槍騎兵轟炸機，還有 FA-18 超級大黃蜂、標6戰斧巡弋飛彈等等的神盾艦。中國大陸的部分，這次強調的就是它的遠洋海軍的能力，出動的核心戰力也包括了畫面上看到055的飛彈驅逐艦，還有052D 配備346A 型的相控陣雷達，被視為是中國版的神盾。等於是說，我們現在看到南海、台海、西太平洋同步升溫，酈將軍怎麼解讀？南海、台海，這個由於剛剛幹哥講的，菲律賓前2天那個衝突跟解放軍，這2天在我們台灣海峽實施實彈射擊，其實這兩者。雖然說看起來它絕對不是獨立事件，而是密集連接在一起的。我們現在看全世界的大局來講，全世界有3大軍事的強國：俄羅斯、美國跟中國啊，這3個國家。那現在很明顯，我們看到俄羅斯陷於俄烏戰爭的泥淖裡面，這個目前來講打了4年仗，其實俄羅斯本身來講的話，也是元氣大傷了。那美國這時候陷入在中東的戰局裡面啊，也是陷入戰爭泥淖，也是這個目前來講後續結果怎麼樣不知道。本來還以為說是6月份簽了這種所謂停戰協議以後有沒有可能暫緩，但是這2天看到戰局又升高，在這種狀況下，你不認為對中國來講是正好一個發展它的一個最好一個機會嗎？它向哪邊發展？當然就是向海洋來發展。所以我們看到這時候南海、台海這邊甚至於東海3海一體的連線，東海那邊這個中俄2國實施聯合的戰備警巡，在南海這邊中國加大對於這個南海地區的對菲律賓的這種戰備警巡，那台海這邊就實施軍演。那大家不要小看這2天的台海軍演，我覺得對我們台灣比較密切相關。我跟各位說明一下這次軍演的地點大家看一下，是在這個東山島實施實彈射擊。東山島的意義在哪裡呢？我想第一個，你知不知道施琅那時候收復台灣就是從東山島出發的？東山島是外面那個島叫東山島，裡面叫大城灣這個是解放軍現在2期正規訓練的一個基地，就在這個地方。大家看一下距離台灣有多近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來講的話，你知道在2024年聯合利劍 B 演習結束第2天，習近平就去視察這個島，那代表了什麼樣的戰略含義？我想我們大家可以想而知。第3個我要講的，大家如果說解放軍如果說用正規登陸要登陸台灣來講的話，他會從哪個地方做戰備集運，從哪個港口出發的？我想說距離台灣最近，大家可以看到北邊這邊是福州軍港這個中間是廈門，南邊就是東山的大城灣那福州這邊來講由於這個台灣這邊有這個馬祖守軍堵在這個地方，然後廈門有金門的堵在廈門港，所以說只剩下說從東山島是他正規登陸。那台灣有沒有想要奪取東山島？有，1953年的時候空降突襲東山島，但是奪島遺恨，失敗而回，所以這個島台灣沒有堵住。那因為沒有堵住，各位可以看一下，從這邊如果說渡海來講的話，會不會重演當年施琅收復台灣的戲碼？這對於我們台灣不可不侵略不可以這個侵略，也不可以忽視的。尤其是當美國陷入這個中東的泥淖裡面。美國經常在吹牛了，說它可以同時這個多線作戰。我不認為美國有這個能力多線作戰。任何一個作戰一定是講究集中跟節約。在重點部分，我一定集中我所有戰力；在次要部分，我要節約我的兵力。這個就算是你強如美國，也絕對沒有必要2線，甚至於多線開戰。所以，當美國陷入戰爭的泥淖裡面，在中東這邊。不曉得怎麼脫身的時候，其實不要忽略我們台灣，不能說這個時候好像中東那邊的事情跟我們台灣沒有關係。錯，我跟你講，這是我們台灣才應該要提高警覺哈。如果這個時候解放軍是不是他趁這個機會來講的話，他繼續不管是東海、這個台海、南海3海來講的話，他可以在這個利用有利的時機來拓展他的軍事威懾的力道。
好，所以現在美國很頭大哦，面臨多線的作戰。那中國大陸從3方面，如張軍剛剛幫我們提到的，去做海上的承壓，包括了在南海、在東海跟中俄之間的這個結合哦，還有在台海。所以我們現在把俄羅斯的角色也放進來的話，未來這個印太地區的新格局，苑老師又怎麼看？我順着將軍的話講啊，這個國際關係講求現實啊，但是最重要的是，如果你的鄰國發生戰爭，那對你來講就是國運鼎盛了啊。為什麼呢？因為他對你有需求嘛。那現在俄羅斯跟中國之間，大家不要忘了，俄羅斯原來是中國非常大的一個威脅呀。对不对？在69年的時候，為什麼大陸這個北京的話呢非常奇怪，有這個環城的這個地鐵啊，那都是要面對這個俄羅斯的這個核彈的攻擊，對不對？那現在的話呢，哇塞，兩個人關係啊，那普丁已經來到中國多少次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目前為止，俄羅斯算是第2軍事大國，其實他靠的是勇猛了，就是敢出手了。對，俄羅斯拖了4年4個月，跟烏克蘭之間打的情況是不太好。俄羅斯真的是需要中國大陸的幫忙啊。那中國大陸呢，也需要俄羅斯呢。就是原來收拾日本的時候，這個日本人有一個習慣，所以講起來的話呢，對於我們國人用法上來講，就日本人的個性其實蠻賤的啊。他其實他第一個就是他不怕中國，但他很怕俄羅斯，很怕美國。怕美國，但不用怕，那美國叫他幹什麼幹什麼。怕俄羅斯的話呢，俄羅斯就覺得你既然怕我，我就好好收拾你。那他怎麼收拾呢？就你中國要我怎麼收拾，我就怎麼收拾啊。就这的確幹的就這個事兒。那目前為止的話呢，就是他們之間中俄之間的聯合艦隊出行啊，055大區啊，052什麼的話呢，大家不要忘了那個環太平洋的演習還沒結束，這些的項目剛好是集成敵艦。